1700年前，有一个人站在別人家門口，盯着一群鵝，一動不動。他站了很久，久到路過的人都回頭看他。這個人叫王羲之，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書法家。他生活在東晉時代，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年代，王朝說倒就倒，很多人隨時可能失去一切。但奇怪的是，那個時代的文人反而活得特別放肆、自由。他們喝酒、寫詩、遊山水，把每一天都過得像最後一天。那種自由的生命力流進了他們的藝術裡。王羲之就是這樣一個時代裡最會寫字的人。那個年代，書法不只是寫字，你的字寫得好，就代表你有學問、有修養、有格局。而王羲之的字是所有人公認的天下第一。中國人尊稱他為書聖。他寫的字，達官貴人搶着要，皇帝見了都愛不釋手。但就是這樣一個人，有一個讓所有人都想不通的愛好。他呀，超級喜歡鵝，不是喜歡吃鵝，是喜歡看鵝，盯着鵝發呆的那種喜歡。有一天吶，王羲之在外面散步，走着走着，他聽到了一陣鵝叫聲。他順着聲音走過去，看到一戶人家的門口有一片小水池，池子裡呀，游着一群白鵝。他站住了，那群鵝雪白安靜，身體穩穩地浮在水面上，長長的圓潤的脖子，一會兒低下去喝水，一會兒仰起來張望，扭向左，轉向右，優雅極了。王羲之就這樣站着，一動不動，看了很久很久。然後他做了一個決定，這鵝真好，我想要。他敲開門，跟主人說：“你這鵝能不能賣給我呀？”主人一看是個陌生人，站在門口要買鵝，愣了一下，說：“不賣。”王羲之不死心，說：“你說個條件嘛，我答應你就是了。”主人是個老道士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羲之，想了想，說：“好，我有一個條件。我最近吶，在抄一本經書，叫《黃庭經》。哎，年紀大了，眼睛不好使了，抄得很慢。你要是能替我呀，把這本經書抄完，這群鵝
就全歸你。王羲之一聽，高興極了，嘿嘿。於是堂堂書聖就這麼坐了下來，提起筆，一字一字把整本《黄庭經》認認真真的抄完了。抄完，他站起來，抱起那群大白鵝，心滿意足地走了。他為什麼那麼高興呢？你有沒有仔細看過一只鵝游水？它的身體穩穩地浮在水面上，沉着從容，但它的脖子是靈活的，每一個弧度都那麼流暢，沒有一絲僵硬，沒有一絲多餘的力氣。力量藏在柔軟裡，穩定藏在流動裡。王羲之盯着鵝，他在看的其實是這個。在中國文化裡，書法從來不只是把字寫整齊。你握過毛筆嗎？它不像鋼筆，它是軟的，有彈性，像一根會思考的草。你用力稍微不同，線條就完全不同。你緊張，字就緊張；你鬆弛，字就鬆弛。寫字的人要讓力氣從肩膀流進手臂，流進指尖，流進毛筆，最後落在紙上。而鵝的脖子就是這種力量最完美的示範。穩定的身體，流動的脖子，內在有力，外在柔軟。你看王羲之的字，每一個字都站得很穩，但每一筆都是活的，線條有彈性，有弧度，有呼吸，像水流過石頭，自然不費力。鵝不知道自己美，它只是在游水。那種不費力的從容，是王羲之一輩子想寫進字裡的東西。那群鵝根本不是用書法換來的，那群鵝是他書法的一部分。那群白鵝後來活了多久，我們不知道。那卷《黃庭經》也消失在了歷史裡。但書聖換鵝這個故事，中國人講了1000多年，還在講。我想，不只是因為王羲之有趣，而是因為每個人心裡大概都有那麼一群鵝。別人看不懂，但你知道，那是你真正活着的理由。你的那群鵝在哪裡呢？好了，咱們下個故事見，拜拜。